2026年5月，皇马官方宣布丹尼·卡瓦哈尔将在赛季结束后离队。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意外，而是突然意识到，原来上一代银河战舰已经全部要离队了。他不是 C 罗那样的进球机器，也不是莫德里奇那样拥有一脚传球改变比赛节奏的中场。更多的时候，卡瓦哈尔只是站在右路，做那些不一定最显眼，但是每一支冠军球队都需要人去做的事：回追、补位、插上、传中，在对手反击刚要起来的时候把球断掉。他从10岁就进入皇马青训，从小在这个体系里长大。可是到了该冲击一线队的时候，皇马并没有选择将他提拔到一线队，而是将他卖到了勒沃库森。但是1年之后，皇马又花钱把他买了回来。一个被卖出去练级的青训右后卫，在10几个赛季之后，成为了皇马的队长，成为了俱乐部历史上6次赢得欧冠冠军的球员之一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。2002年，年仅10岁的卡瓦哈尔进入了皇马青训。皇马青训里从来不缺有天赋的孩子，能进入到这里，只能说明你有机会，并不代表你一定能够留下来。从 U12 到卡斯蒂亚，卡瓦哈尔确实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，但在皇马青训升级到青年队，并不等于一路顺利的升级到成年队，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重新的筛选。少年队踢得好，不代表到了青年队还能继续留下来；青年队表现稳定，也不代表进入成年足球以后还能适应更快的节奏和更强的对抗。而卡瓦哈尔也不是那种一看就是特别突出的青训球员，他没有特别夸张的身体条件，也不是靠速度一下子把人甩开的类型。在青年比赛里，他跑动很多，防守态度很强，插上也积极。当时也不会有人想到这个孩子以后会在皇马一线队踢13个赛季，会拿到6座冠军，成为皇马的队长。那个时候他只是皇马青训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。到了卡斯蒂亚阶段，卡瓦哈尔已经距离皇马一线队越来越近，但有的时候在皇马这样的豪门俱乐部里，也意味着越来越远。因为皇马一线队不是普通球队，这里每个位置都是世界级的球员，每个赛季都必须争夺冠军。年轻人想要从青训直接进入一线队，不只是要有潜力，还要立刻能够承受豪门球队带来的压力。在卡斯蒂亚，卡瓦哈尔踢得不错，也跟着球队经历了升级赛季，但问题是想进皇马一线队只是稳定还不够。右后卫这个位置在皇马从来不是只负责防守，进攻的时候也需要前压，帮边锋拉开空间。球一丢，他又要马上往回跑，重新回到防线里。对手反击打起来的时候，他还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判断，是向前逼抢拦截第一下，还是先退回来保护禁区。这不是一个年轻球员只靠热血就能完成的位置。于是2012年夏天，卡瓦哈尔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，他离开皇马去了勒沃库森。虽然皇马留下了回购的可能，但对当时的卡瓦哈尔来说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回到皇马，离开自己10岁就加入的俱乐部，离开熟悉的训练基地，离开从小到大一路走来的队友。对很多皇马青训球员来说，离开马德里之后就很难再被皇马回购，但是卡瓦哈尔即将在德甲证明了自己。12到13赛季，卡瓦哈尔来到德甲，这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环境。德甲的节奏比他之前经历的青训比赛要快很多。这里的边路攻防很直接，球权一转换，右后卫马上就要跟着往返。他面对速度很快的边锋，也要在身体对抗里站住位置。而球队进攻的时候，他还要敢于压上，给前场提供宽度。他很快就在勒沃库森获得了稳定的出场时间。这个赛季，勒沃库森最终拿到了德甲第3，获得了欧冠资格。这对一名刚从皇马卡斯蒂亚出来年轻右后卫来说，已经是很有说服力的表现。这一年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只是他在勒沃库森站稳了位置，而是皇马终于可以确定一件事：卡瓦哈尔能够在顶级联赛立足。所以在2013年，皇马激活了回购条款，用650万欧元将卡瓦哈尔带回了马德里。从皇马角度来看，这笔操作相当的成功。他们把一个青训右后卫送到德甲，让他先去成年联赛里踢1年，等他真的踢出来，再用回购条款把人带回来。可对卡瓦哈尔本人来说，这1年
并不是一段简单的练级经历。他在新的联赛、新的球队里重新证明了自己，然后皇马才重新对他产生了兴趣。所以他的回归和普通青训提拔不太一样，不是皇马一直给他留着位置，而是他在勒沃库森踢了一个赛季之后，让皇马觉得这个右后卫已经可以回来竞争一线队了。2013年夏天，卡瓦哈尔回到皇马，那一年他21岁。对很多球员来说，21岁就能到皇马一线队已经是非常难的，但真正困难的地方其实才刚刚开始。回到皇马只是拿到了竞争的资格，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节奏。联赛里他要每周稳定出场，状态需要符合教练对他的预期。到了欧冠，他不能在关键回合里犯错，碰到巴萨、马竞这种比赛，他还要在整场高压里守住自己的边路。对于边后卫来说，很多时候你踢得好，球迷未必第一时间记住你，但是你一旦失误，大家就会马上看到被对手从身后插上，被边锋过掉，回防慢半拍，传中失误，或在后场处理球犹豫，这些都会被放大。卡瓦哈尔能在皇马站住脚，靠的不是某一场亮眼的表现，而是他很少犯错，也有皇马的血性。他很快让球队意识到右路需要他这种人，他能跑、能抢、能贴身防守，也能在进攻时冲到前场。但他不是每一次拿到球都往前冲，有时候前面有空间，他会直接压上去，给右路多一个接应点。也有的时候，皇马前场已经压得很深，他就会留在后面，防着对手打反击。这对皇马非常重要，因为皇马的前场从来都不缺能够决定比赛的人，但如果后场没有足够稳定的人，球队的结构就会变得脆弱。而卡瓦哈尔就是那个让右路保持平衡的人。2014年，他随皇马拿到了自己的第1座欧冠冠军，那也是皇马的第10座欧冠冠军。对卡瓦哈尔来说，那也是他真正进入皇马冠军故事的开始。之后的几年，皇马进入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代，16、17、18年，皇马完成了欧冠3连冠。这段历史里，外界最常提到的名字往往是 C 罗、莫德里奇、克洛斯、拉莫斯、本泽马以及贝尔。但如果你把镜头拉到整支球队，就会发现卡瓦哈尔这样的球员同样重要，因为欧冠淘汰赛不只是靠进球解决问题，你要在90分钟甚至120分钟里处理无数个细节。右后卫要面对对手最强的边路突击手，要保护中卫身后的空间，要在前场压上以后还能回收。很多时候你不会在集锦里看到卡瓦哈尔，因为他做的很多事不是最后那脚射门，也不是最漂亮的传球，而是在对手反击刚要打起来的时候，先一步回到防守位置。对手刚要反击，他提前一步步卡住线路。皇马前场需要宽度，他从边路套上去；中场被压迫，他回撤接应，把球安全的转出去。这些经验一场一场积累下来，就是冠军球队的底气。皇马前场换过很多人，主教练也换过不止一次，可只要他身体没问题，状态也还在，皇马右后卫的位置最后往往还是回到他这里，因为皇马右路一直需要一个像卡瓦哈尔这样的人。当然，他的职业生涯也不是一直顺利，他有过伤病，也经历过状态起伏。尤其在边后卫这个位置，对身体要求非常高，你要反复冲刺，要靠强度回追，要在一场比赛里不断的上下往返，这对球员身体消耗非常的大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卡瓦哈尔也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有充足的体能，但他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他并没有只靠身体去踢球。年轻时，他可以靠冲刺和对抗弥补很多问题，后来他更多依靠经验、站位和判断，到了关键比赛，他也不会每个球都冒险往前推进。后场出球有风险的时候，他会先把球处理干净；边路被压住的时候，他也会先稳住位置，不让对手从自己这一侧打穿。这就是老队员的价值。很多球员到了职业生涯后期，身体下降以后，存在感会明显降低，但卡瓦哈尔并没有完全变成这样，他依然在关键比赛里提供东西。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，他在皇马的角色不只是右后卫，也慢慢变成了更衣室里有话语权的人，他成为了皇马的队长。他在皇马踢了很多场重要的比赛，但如果要选一个夜晚，2024年6月1日是他最值得纪念的一场比赛。欧冠决赛，文布利，皇马对阵多特蒙德。那场比赛，皇马上半场踢得并不轻松，多特蒙德创造了机会，也让皇马防线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比赛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并不是皇马轻松能够控制局面。这种时候，皇马就需要有人打破僵局。很多人不会想到，这个人居然是卡瓦哈尔。第74分钟，皇马获得角球，克洛斯把球开到禁区，卡瓦哈尔前点起跳，用头球把球顶进，比分1-0。这个进球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不是中锋，也不是以头球见长的高大中卫，他只是一名右后卫，
在欧冠决赛这样大场面里，他用一个很干净的前点头球打破了比赛僵局。随后维尼修斯再进一球，皇马2-0击败多特蒙德，拿到队史第15座欧冠奖杯。而卡瓦哈尔也拿到了自己第6座欧冠冠军。更特别的是，他被评为那场决赛的最佳球员。这场比赛也很像卡瓦哈尔这些年在皇马的缩影。平时镜头更多会给到前锋、中场或者最后进球的人，但这场比赛不一样。卡瓦哈尔不只是把自己右路守了下来，他的进球也是比赛的转折点，最终带领球队拿到了冠军。时间来到2026年，卡瓦哈尔已经为皇马出场了450场，打进14颗进球，拿到了27座冠军，其中就包括6座欧冠。这个数字已经足够说明他的地位。讨论历史最佳右后卫时，有的人可能会提到卡福，有人会提到阿尔维斯，又有人会提到拉姆。卡瓦哈尔的名字也许不会排在这些人前面，但在皇马自己的历史里，他的位置很特殊，因为他不是靠某一个赛季被记住，而是靠很长一段时间的存在，被慢慢放进了俱乐部的记忆里。他经历过皇马最辉煌的欧冠周期，也经历过球队的换代。他身边队友 EPP 离开，身边队友也变成了年轻球员，但在关键的比赛里，卡瓦哈尔还是皇马右路铁闸。他不一定是镜头最多的那个人，可皇马每一次走到欧冠最后阶段，右路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从10岁进入皇马青训，到被卖去勒沃库森，再到被皇马回购，从右后卫到队长，从皇马青训的孩子到6次欧冠冠军，这就是丹尼·卡瓦哈尔的故事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对他有更多的了解，欢迎点赞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还想看的球员。这里是节目，那我们下个故事再见，拜拜。